我被一个几十万粉丝的博主网暴了。他污蔑我在全国竞赛中作弊，说我为了立学霸人设，不惜出卖身体收买老师和校领导，连高考都不敢参加，就是怕露馅，还故意诱导一些蹭热度的小博主跑到我家门口来直播，大骂我不要脸，羞辱我妈，对我爸动手。我冷笑着拨打报警电话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不仅被保送了，而且还是国防定向生，有军籍的。造谣诽谤、侮辱军人，把他们全送进去踩缝纫机，绰绰有余。高考结束以后，我闲来无事在家刷手机，刷到一个帖子：天才少女，一个靠作弊骗取荣誉的投机骗子。我好奇地点进去看，是一个叫正义不迟到的博主，言辞非常激烈，狠狠地抨击了一个出身小镇、家境贫寒，却在全国竞赛中击败了无数一线精英学生，获得冠军的高三女生。他家又没钱请老师，全靠自学，比那些每年花几百万培训的一线城市学生厉害。家人们，谁信啊？那场竞赛是线上考试，开卷的，这就代表他完全有作弊的可能。我跟他是同一个地方的，听本地人说他特别不要脸，从小到大考试作弊都是家常便饭。他初中的时候就跟他们校长和班主任都睡过了，50多岁的秃顶老头哦，都下得去考。可惜我们知道真相，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我刷得直皱眉头，这些言论分明漏洞百出。他说的那个竞赛我也参加过，虽然是线上考试，但都是国内的专家反复讨论研究出的题，网上根本不可能有答案。作弊该怎么做啊？恐怕都是网上那些无聊的博主为了博眼球吸流量瞎编的吧。偏偏还有好多人在后面跟帖评论，这种人就该去死。我辛辛苦苦供我儿子寒窗10年，就是为了能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碰到这种走捷径的太恶心了。大家齐心合力把帖子顶上热搜吧，这种人就该被曝光。谁说不能把他怎么样？求求了，哪个大神把他人肉出来，我去帮大伙儿出这口气。法律不能制裁他，咱们万能的网友肯定能制裁他。神经病吧？正要关闭帖子，忽然听到外头有人在敲院门。有人在吗？谁呀？我妈去应了门。葛苗在家吗？在，请问您是？我是他同学，有点事找他。就在这时候，屏幕上跳出来一条新评论：已经人肉找到他家了，家人们看好了，看我怎么收拾这个作弊的贱人。后面还跳出来一个地址定位。等等，我忽然意识到不对，那个定位不就是我家吗？我立即冲门外大喊道：妈，不要开门！但已经晚了。就在这个瞬间，我妈的手已经拔开了门栓，锈迹斑斑的破铁门吱呀一声就被他们给大力推开了。为首的是个40多岁的男人，长得满脸横肉，还纹了个大花臂。他冲上来一下就一把把我妈给推开了。葛苗呢？叫他出来。这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我妈完全懵了。她和我爸都是老实人，又不善言辞，此时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我家葛苗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哼，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花臂男一脚把我妈晒在院子里的簸箕给踢翻了，笋干、雪菜撒了一地。我怕我妈受欺负，只得从屋里出来。我是葛苗，你们……我想跟他们解释解释，讲讲道理，哪知道这些人根本就蛮不讲理。话还没说完，花臂男直接伸手，扬手就是一个耳光，狠狠地扇在我脸上，扇得我耳朵嗡的一声，眼冒金星。小年纪就想走捷径，不择手段，现在不好好收拾他，以后还得了？他还对着直播间里大声喊：正义姐，放心吧，李哥帮你制裁他。我一个趔趄，好不容易扶着院墙才站稳，我大声喊道：你们说我作弊抄袭，得拿出证据来吧，无凭无据，怎么一上来就打人？花臂男呲着2个大门牙，嘿嘿一笑：证据？我们手上证据多着呢。我就问你，你高考交的是不是白卷？一个高考都不敢参加的假学霸，问我要证据，笑死人了。我瞪着他们，我高考弃考，那是因为我爸妈出了意外住院了。再说了，我交白卷跟全国竞赛有什么关系？花臂男几根粗胖的指头在我眼前点来点去的。看看，这解释你们信吗？反正老子不信。后边还有几个人举着手机对着我和我妈使劲拍。高考啊，家人们，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大考，决定命运的考试啊，没有之一。啥绝症啊需要女儿放弃高考去照顾？你看他妈活蹦乱跳的，像吗？根本就是为了掩盖真相，撒谎成性。我被他们这种故意歪曲事实的胡说八道给气得浑身发抖。我高考那天，我爸在工地干活，不小心跌下了脚手架，摔断3根肋骨。我妈赶去医院的路上跑得太急，摔了一跤，扭伤了脚，所以我就放弃考试，去医院照顾他们了。我爸妈的伤确实不算十分严重，没到要命的地步。可问题是，我在高考前1个月就被保送了，对我来说，高考成绩没有任何影响啊。花臂男悄悄瞟了一眼手机，直播间里原本就那么稀稀拉拉几个人，叫他这么一闹腾，
很快就热闹起来。眼看着直播间人越来越多，弹幕刷得越来越快，我冷笑：我劝你们没事不要胡说八道，造谣诽谤罪了解一下，超过500人观看或转发就算犯罪。可花臂男完全没听进去，他似乎发现了流量密码，越发兴奋起来。他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把我拖到镜头前。看看，都看看，长成这样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女学生。初中就开始了，这好几年，从那些老头身上没少捞吧。我被扯得头皮生疼，眼泪都掉出来了。听说当初他竞赛得冠军的时候，不少人给他家捐钱呢，真是生财有道啊！家人们，心寒不心寒？当初我获奖的新闻刚播出时，确实有人看我条件不好，想捐款来着，但我家1分都没有接受过。我妈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了，看我挨打，连忙冲过来，试图掰开花臂男的手。她大吼道：“你放开我闺女，满嘴都是胡说八道！我们家花的每1分钱都干干净净，都是我们自己堂堂正正赚来的。”花臂男歪着嘴嗤笑一声，忽然松开我，指着我妈身上的新裙子哈哈大笑。家人们，她可是贫困生啊，他妈穿着1000多块的裙子，这合理吗？实锤了是不是？裙子是1000多没错，可那是我送她的生日礼物。我妈一辈子忙忙碌碌，从没穿过那么好的衣服，我买回来都没敢告诉她价格，要不然她肯定会叫我拿去退掉的。今天这裙子才第1次上身，我妈有些慌乱地伸手去捂裙子。花臂男见状，笑得更大声了。我说这个葛苗怎么撒谎成性呢？原来是有个撒谎的呢。把孩子教育成这样，当妈的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把年纪还打扮得像个老狐狸精。家人们，点赞加关注，李哥替你们出口气，扒了他的衣服，让他们一家人都长长记性。他说着，脸上带着猥琐的笑，冲上去就要扒我妈的衣服。我带着哭腔解释：你们不要碰我妈，裙子是我拿奖金给她买的。什么奖金？把老男人睡满意了拿的奖金啊？还是靠做必得的奖金？花臂男根本不理会，伸手使劲一扯，撕拉一声，我妈的新裙子被撕了个老大的口子，挣扎中后腰都露出来。不要！我赶紧冲过去护住我妈，那几个人却开心得很。扒了这狐狸精的衣服，直播间的热度嗖嗖的涨，身后还有一个人惊喜的大声嚷嚷：李哥，有人给你刷了个火箭。花臂男乐得嘴都合不拢。行，谢谢家人们支持，李哥好人做到底，把这个小狐狸精的衣服一起给扒了。我和我妈怎么敌得过他们几个大男人？我妈像疯了一样，两眼红赤，顾不得自己衣服都撕破，像老母鸡护鸡仔一样，死死地把我护在身后。你们这些畜生，敢动我闺女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大概刚才的嘲讽，我爸都听见了，他愤怒地看着他们，两眼发红，语气铿锵：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闺女上不了大学了？我家葛苗被保送了清华。花臂男愣了一下，随即就好像听了一个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他带来的几个人都跟着一阵哄笑。但凡有一叠花生米，这个苗他爹也不至于喝成这样啊！哈哈哈，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呢？有人对着他一边拍一边嘲讽。清华的保送名单早就公布在官网了，你倒是把眼睛睁大点看看，有你家葛苗的名字吗？哎呦，这么疯魔，你不会还找人特意 P 一张假通知书图片骗自己吧？我爸手机里还真有我录取通知书的照片，是招生老师发过来的。前2天招生老师还特地给我打过电话，说通知书寄出来了，应该就快收到了。叫他们这么一说，我爸要气炸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，满嘴造谣！你们要坐牢的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出去！他说着，从边上操起一个扫帚，就往花臂男身上招呼过去。我爸刚出院没几天，胸口还缠着绷带呢，身体虚弱得很，他可不是花臂男的对手。花臂男一把抓住扫帚，往前使劲一扯，我爸整个人就往前扑过去。都看见了，是这老不死的先动的手，我是正当防卫啊！家人们一会都给我作证。他随后一拳朝着我爸的胸口揍过去。我爸刚断的肋骨还打着石膏呢，我吓得尖叫起来。我爸身上有伤，你们别动他。花臂男根本不信。家人们都听见了，李哥今天算是开眼了，还遇到胖子的了。李哥还偏就不信这个邪，李哥是练过的，知道轻重，收拾这些臭碰瓷的，就得给他点教训。眼见着他的拳头马上就要打到我爸身上了，我挣扎着试图冲过去替我爸挡下，可花臂男后面2个男的一把拽住我，拽得死紧。那一拳当真结结实实的打在了我爸胸口，我爸闷哼一声，直愣愣的栽倒下去。爸！我妈吓得6神无主，也顾不得脸面了，扯开嗓门大喊道：救命啊！杀人了，快报警啊！花臂男看他真倒下去了，脸上也有些惊慌之色。他身后的人看了一眼直播间，正义解说，就怕葛苗他们家恶人先告状，他已经提前报过警了。他还说，已经把他们葛家的累累罪行整理好资料交给警方和有关部门了，警察一会就来了，你们就等着被抓吧。花臂男立马松了一口气，指着我爸，恶狠狠地说道：再加上碰瓷，直播间的上万家人们都看见了，都可以作证，我只打了他1拳，他就装死，
这老不死的就是碰瓷。我趁机挣脱出来，跑到我爸身边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他有骨折，我不敢随便扶他。我从他口袋里摸出手机，拨打了120。就在我准备打110报警的时候，门外警察已经赶到，他们还真报警了。花臂男一脸义正辞严的模样，指着我们一家3口。举报材料都收到了吧？是不是已经立案了？现在事情已经闹上热搜了，警察同志一定要从严处理，必须狠狠打击像葛苗这样靠作弊骗取荣誉的蛀虫，还全社会一个公平正义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注意到我们高中的校长也跟在警察的身后过来了，校长的手上还拿着一个文件袋。看到我的狼狈样子，校长眼里闪过一丝愤怒。花臂男不认得他，由自得意。家人们，看看，这就是下场。今天痛快了就给李哥点赞加关注。话还没说完，警察已经拿出了手铐，咔嚓一声，明晃晃地扣在了花臂男的手腕上。现场的众人有些慌神，毕竟他们之中还有一些纯粹是来看热闹的，根本就不完全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花臂男愣了一下，用力扭动着身体，随即大嚷起来：“你们铐我干什么？抓错人了，我这是替天行道。”他身后几个一直在拿着手机拍的主播也赶紧跟着附和：“你们到底是不是真警察？一上来就乱抓人，他就是个做臂力学霸人设的骗子，骗了全国人民，还骗了捐款挥霍享受。我们揭发他有错吗？”陈校长都被这群蠢货给气笑了。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葛苗同学已经被保送了清华，我就是给他送录取通知书的。陈校长当着众人的面直接拆了手上的那个文件袋，里面赫然装着清华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大大的葛苗2个字，闪瞎了直播间观众的眼。花臂男2个眼睛睁得像铜铃，死死地盯着录取通知书。不可能，我亲自查过了官网公布的录取结果，不管是保送还是正常录取，都没有他的名字。陈校长也不打算给他具体解释这个国防定向生的问题，他摇了摇头。反正校方发的通知书已经收到了，他就能拿去正常报道入学。你所谓的作弊就是污蔑。花臂男脸色微变。就算他没有作弊，我也不构成刑事案件，你们凭什么铐我？另外几个警察正围着我爸在询问情况并拍照取证。人还在地上躺着呢，是不是刑事案件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看那几个人还在拍，警察呵斥道：“把拍摄设备都关了，所有人跟我到派出所去做笔录。”那些刚才躲在后面推波助澜却没有亲自动手的人，包括冯奶奶，此时都趁人不备，悄悄地溜回了家。冯家还把大门锁得死紧，生怕警察来敲门。花臂男看了我爸一眼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忽然指着我爸大喊大叫：“直播间的家人们都能给我作证，他就是碰瓷。”2个警察一左一右地压住他，不让他挣扎。花臂男又惊又怕，嘴上继续喊：“他就是碰瓷，我就那么轻轻碰了他一下，他就躺下装死。你看那个苗自己都不去扶他，肯定是怕一扶就露馅了。”警察都无语了，直接强行带走。陈校长连忙过来安抚我：“葛苗，你先扶你母亲进去换衣服，把通知书也收好，一会我陪你一起去医院，别担心。”陈校长人很好，之前在学校也比较照顾我。我捂着脸缓了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复下来。我不能倒下，不能慌神。我爸这边还不知道伤得怎么样，我得跟着他去医院验伤，再狠狠收拾这帮王八蛋。谢谢你。说话间，这边救护车也来了。医护人员做了简单的初步检查以后，用担架把我爸抬上车。警方派了个人过来跟着我去医院，陈校长也陪着我们母女一起上了救护车。我并没有注意到，这个瞬间背后还有人躲在角落里，拿摄像头对着我们。我爸被送进了医院急诊，很快片子就拍出来了。原本已经打了石膏还没长好的肋骨，叫花臂男这一拳下去，又全部断开，不得不重新手术。看着我爸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，我用力捏紧了拳头。我不会让那些王八蛋好过的。等着我爸手术完成，情况已经基本平稳以后，我让我妈陪护他，然后自己带着医院的账单和验伤报告去了派出所。花臂男和他的同伙都被抓进来了，还在审讯室里坐着呢。我拿出了医院开具的验伤报告，我爸的肋骨又断了，轻伤2级。花臂男根本不信，我就那么轻轻一下，皮都破不了，肋骨怎么可能断了？那老不死的是纸糊的吗？这个臭丫头肯定是买通了医院的医生，开的假证明。也亏得这些混账开着直播，所以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全部过程都非常清晰，不然我估计这货还得赖账，说他根本就没碰我爸，是他自己摔的呢。一个民警扫了他一眼，他父亲前2周在工地上刚摔断肋骨，也是我出的警。你说你一个身强体壮的大老爷们，上门来欺负一家子老弱病残，你还有脸说？花臂男这才开始慌了，他说话都结巴起来。他有伤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该不会是故意钓鱼吧？我会用我爸的身体来钓他的鱼。我悲愤大吼：“我告诉过你，他身上有伤！”花臂男哑了火：“哈哈哈，算我倒霉好吧？该多少钱医药费，我赔给他就是了。赔完医药费，总能放我走了吧？你们都关了我1天了，耽误多少事你们知不知道？”
我只觉得他现在的样子可笑极了，还想走，真是无知者无畏啊！我冷笑，若是这么轻易就放过他，那我爸躺在病床上受的罪怎么算？他对我们一家的恶行又怎么算？刚才直播间的观看人数累计应该已经超过10万，警察叔叔，相关的录屏原文件和平台数据我都存好了，麻烦你们依法固定，调取这些证据，后续我会追究他的全部责任。听到追究全部责任，花臂男瞬间炸毛了。我刚才不是都说了赔钱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警察同志，你看我就说他一家人都心思恶毒，得理不饶人，还没完没了了。呵，他倒还知道我得了理。我莫名其妙被他找上门来，被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辱骂。警察替我解释了，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相关信息实际点击浏览量远超5000次，以涉嫌诽谤罪当众81侮辱他人，情节恶劣，涉嫌侮辱罪。另外，上门寻衅滋事并致人轻伤2级，该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罪，这些行为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解释得够明白，花臂男这下彻底愣住了。还真要坐牢啊？警察看了我一眼，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本着职业原则，还是履行了告知义务。当然了，也有机会庭前和解，争取当事人的谅解。花臂男一听，起初的嚣张气焰瞬间就没了，他扑通往地上一跪。葛苗，我错了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医药费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赔偿，求求你别起诉我，别让我坐牢。我上有老下有小啊，我老母亲也生着病，就靠我直播赚点钱给她治病呢。我儿子明年也要高考了，要是我有犯罪记录，我儿子以后就考不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了。现在倒想起来上有老下有小了，恶意重伤，甚至对我家人动手的时候干什么去了？我后退了几步，躲开他。无法谅解，等着开庭宣判吧。我从派出所离开的时候，听到花臂男在背后跟他的同伙互相甩锅。都是你怂恿老子来的，说能蹭流量，老子本来不想来的。我怎么了？又没绑你过来。老子要是被判刑，你们他妈的一个都别想跑，都是共犯。花臂男后来托律师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，要求和解，甚至答应额外赔我几万块精神损失费，都被我拒绝了。我要的不是赔偿，而是狠狠地惩罚这些心怀恶意、毫无道德底线的人。开庭前，我被一个怀里抱着婴儿中年女人和一个裹着头巾的老太太给拦住了。你是葛苗？我疑惑地看着她，警惕地后退了一步。是，请问您是？那女人二话不说，拉着老太太就给我跪下了。求求你，放过我老公吧，我婆婆都快70了，我家这个小的才不到1岁啊，求求你不要拆散我们这个家好吗？这一波操作看得我一脸懵。我拆散他家？大婶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啊？老太太开始用袖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抹着。什么认错人？姑娘，你小年纪不能这么狠心啊！我大孙子明年就要高考了，要是我儿子被判刑，以后我孙子就得一辈子背着这个污点，过不了正审了，祸不及家人啊！姑娘，我求求你了。我想起来了，花臂男也跟我说过他儿子明年高考的事，原来这是他妈和他老婆。我还没吭声，老太太马上开始哭天抢地，声音更大了，一面往我身上扑。我苦命的大孙子，辛辛苦苦10多年，大好的前途就被坏人给坑没了啊！法院门口不少人呢，都在远远的围观。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求人没半点求人的态度，一上来就搞道德绑架。都到法院门口了，还想继续靠颠倒黑白来脱罪吗？这话让他给说的，我立马身手敏捷的直接跑开4、5米。我怕只要让他一碰着我，但凡我甩一下手，他就得往地上倒。您别过来，您这话我可当不起。拆散您家的不是我，是您儿子他自己。您孙子过不了正审，以后可以做其他工作，谈不上影响前途。我说完，正准备离开，忽然意识到这个女人刚才说的话有些不对劲。放眼一望，果然见不远处似乎有人拿着手机在拍摄。我多留了个心眼，离开之前悄悄拿出手机，把这祖孙3人连同背后的人民法院挂着国徽的大门一同拍了下来。随后，我利落地拒绝了最后一次庭前和解，手下半点都没留情，顺利把他们都送进去踩缝纫机了。花臂男不光是赔了我医药费，还喜提了5年大狱，几个同伙都被判了1到3年不等。网上那些跟着这是蹭热度的博主，也都赶紧都删了帖。对门的冯奶奶被警察叫过去，狠狠地批评教育了一顿。不过，念在她已经年满70岁，且认错态度良好，没有判刑。可全镇人都已经知道他落井下石、恩将仇报的事了。他们冯家人走在外面，都有不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暗暗骂他们不要脸。这事暂时就告一段落。没过多久就开学了，我顺利入学报到。开学不到1个月，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同学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。我也没多想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手机，才在以前高中的同学群里了解了原委。原来是那个名叫正义不迟到的博主又重出江湖，继续发帖黑我了。帮干爹当小3占保送名额，谁给他的底气？有图有真相。
帖子里头不光是一上来就直接点我名，而且还直接放了照片。一张是陈校长的手搭在我肩上，看起来两个人贴得很近；另一张是我上车的时候，陈校长扶着我的胳膊护我上去，抓拍到的瞬间姿态略显亲昵。那明明是花臂男来找我茬的那天，刚好陈校长过来送通知书，看我受了欺负，过来安慰我，被别有用心的人特意挑角度偷拍下来，传到网上的。上车的那张拍的更是巧妙，拍摄者的取景框只拍了车门，他都不敢让人看出来那上的是救护车。这个葛苗认了好多干爹，上面有人护着他，写的帖子都被删了，懂的都懂。这男的只是其中一个，高中校长，有家室，还有2个女儿跟他差不多年纪，只3当3，毫无底线。他被保送清华了，但是大家可以去清华的官网看，录取名单里根本没有他。清华家人们哪个高中除了清华生不得大肆宣扬？他们学校都不提这事，宣传条幅上都没写他名字，可见途径绝对不光彩。姐说的都是事实，姐只是看不惯这种扰乱社会公平的事，反正姐也不怕他告。不愧是几10万粉丝的大 V 博主，瞎话让他给编得有理有据，跟真的似的。好家伙，上次没顾得上收拾他，以为这事就算完，没想到他故技重施，又开始搞我。后面好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跟评都在骂我。我往后翻了翻，没想到这个正义不迟到马上又发了新帖子，号称放第2波证据。帖子里是一条10几秒的视频，视频里一个中年女人抱着孩子，拉着一个老人一起跪在我面前，女人楚楚可怜，老人一脸哀求。可以依稀听见视频里的声音：放过我老公吧，求求你不要拆散我们这个家好吗？校长的老婆都抱着孩子跑去求他放过了，小三做到他这个份上有多嚣张？姐妹们，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居然没受半点影响，还在明修念大学，小年纪就这样，尝到甜头了以后只会变本加厉。你们今天在这里吃瓜，也许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的老公。这个博主很聪明，从保送名额到当小三，妥妥的拿捏了2大流量密码。发帖的短短几个小时就已经把热度给推了上去，转发点赞量上千，因为正脸照片和姓名信息都公布了，听起来真实度很高。甚至还有人跑到学校的官网上去留言骂我，以至于辅导员和系主任都把我叫去问话。我一下午几乎没上课，都在忙着解释这事。我还注意到有很多外面的人跑到我们学校来，到处逢人就打听我。刚开学不久，大家互相本来就不够熟悉，这么一来都对我怀着10成的戒心，连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。晚饭时候，我妈也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给家里买什么东西，听我说没有，她就扭头跟我爸嘱咐了一句不要再接任何寄到我家的快递。我再三追问，我妈才告诉我，这2天她收到了很多奇怪的包裹，里面不是垃圾就是刀片，更有甚者，居然给寄来了一包生蛆的排泄物，把她恶心坏了。还有人隔着墙往我家院子里扔砖头和臭鸡蛋。我爸妈被上次的经历给吓着了，这几天都没敢出门，生活严重被影响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可网络暴力本身维权和起诉就相对困难，我只是个在读大学生，能力和财力都有限。就在我开始思考怎么收拾他们的时候，帮手主动找上门了。吃完饭，我接到了陈校长的电话。陈校长，是我。陈校长笑得有几分尴尬。葛苗，网上那些你看到了吧？对你有没有造成什么负面影响？我猜到他们都把陈校长的身份公开出来，这些人肯定也跑到我高中的学校网站上去骂了。我还好，陈校长，真是抱歉，给您也带来了麻烦。你这孩子，这又不是你的错。陈校长笑呵呵的。我太太刚好是位资深律师，她准备起诉。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你需要法律援助的话，我太太也可以帮到你。我喜出望外。真的吗？那太谢谢您了。陈校长随后把他太太的微信推送给了我，让我直接跟他联系。有专业的律师协助，那就太好了。在陈太太的指导下，晚上回到宿舍以后，我不动声色，开始上网搜集证据，把这些人抹黑我和陈校长的言论和账号信息全部截图留存，视频录屏保存，然后把这些截图打印下来。我特意请了1天假，拿着搜集到的资料，拿到公证处去做了公证。随后拿着公证书去法院，共同起诉了网暴者所处的平台方，并要求平台方提供这些账号背后的认证人身份信息。平台方的法务人员请求和解，同意给我提供这些账号的认证人身份信息。拿到信息的那一刻，我惊呆了。那个开口闭口自称姐，跟女网友打成一片，满口姐妹们的正义不迟到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姐妹。她叫冯渊，就是住我对门的冯奶奶她家孙子。这货居然是个小网红，该不会弄错了吧？我特意去翻了她的账号，她发的自拍照片不多，就那么2、3张，依稀能看出来就是她的眉眼。只是这滤镜和 P 图实在是太牛了，生生把一个戴着假发的200多斤男胖子 P 成了温柔知性的小姐姐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躲在网络上掀起了那么大风浪的博主，暗地里其实悄悄地趴在我家对门看热闹。在起诉他们之前，我拿着证据回了一趟家，敲响了冯家的门。冯渊就在本地读大学，周末放假在家，开门看见是我，
他拧着眉头问：葛苗，你不是上外地读大学去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不会是当小三让学校给开除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不知死活的继续蹦跶呢。你怎么知道我当小三？哪只眼睛看见的？冯渊意识到自己说漏嘴，马上心虚掩饰。全网都知道，还用我看吗？我笑笑，别幸灾乐祸，说不定你很快就会让学校开除了。正义姐，你可真够正义的哈。冯渊脸色一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一眼瞧见他电脑打开的页面，就是那个抹黑我的平台，底下私信消息还一直在跳，装也没用。我问：都是邻居，我跟你无冤无仇吧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抹黑我？冯渊没回答，啪的一声把门给关了。嚣张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：有本事你去告我啊！我与陈校长一起报警并提交了起诉书。我特意声明，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或经济赔偿，只要求依法严惩他们，让他们负刑事责任，并公开道歉。我就读的是国防定向类专业，入学即拥有军籍。他们对我的造谣抹黑、恶意重伤，属于侮辱军人，罪加一等。因为我已经提供了明确的身份信息，那些造谣抹黑我的键盘侠很快就都被抓了。他们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之后，我在平台上实名注册了账号，发了个长帖子，我详细说明了从第一次被造谣和寻衅滋事的全部经过，解释了花臂男的老婆和老妈跪我的缘由，并把自己在法院门口拍的照片发布在网上。陈太太也以律师的身份帮我澄清了谣言。真相大白以后，网上的舆论开始反噬，即使所有造谣抹黑我的博主都在删除所有不当言论，公开道歉以后被永久封禁了账号，但依然有不少发现被骗了的网友跑到那些账号底下追着骂，骂得非常难听，比当初骂我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也不知道是谁居然把冯渊的真实身份和照片给传到网上去了，没想到这事引起的轰动居然比当初他给我造黄谣闹出来的阵仗更大。造谣抹黑葛苗的网红正义姐居然是个披着姐皮的男扮女装死肥宅，标题一出直接飙上了热搜，冯渊的照片都被完成了表情包，全网潮。我拉个去，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这种引战帖了。真恶心，他上次还发了个黑丝照，哈哈哈。死变态吧他！葛苗小姐姐成绩好，人长得又漂亮，靠自学获全国竞赛大奖多不容易啊！居然这么造谣抹黑她，良心不会痛吗？这种人哪有什么良心，只有黑心。听说有个大哥给他转了10万块钱，支持他请律师跟葛苗打官司，现在大哥告他诈骗，让他还钱呢，哈哈哈。你们还记得那个说葛苗勾引他孙子的缺德邻居老太太吗？那个就是他奶奶，我还以为他孙子长得过一表人才，笑死我了，得有多自信啊！冯渊的家庭住址信息也很快被扒出来，就住我家对门。愤怒的网友找到了冯家，往他家院里扔垃圾、扔果皮，还有人甚至往他门口摆花圈，咒他们祖孙2个赶紧去死。从前我遭受的网暴，此时都原原本本的报应了在冯家自己身上。在得知了那个网暴我的博主居然是冯渊以后，我爸妈都非常惊讶。本以为冯奶奶那天当着花臂男的镜头说出那样的话就已经够过分了，没想到我们家所受的一切无妄之灾都是他孙子所为。我爸妈日常与人为善，竟不知道到底怎么得罪了冯家。我妈想了好久，才想起来一件事。有一回月考，他家冯渊没考好，他奶奶说让苗苗周末再去给他补补，可周末苗苗要参赛，哪有时间管他啊？我就直接给拒绝了，回来也没跟苗苗说。老太太好像不乐意了，说你家一个丫头那么努力干啥？我妈叹了一口气，干什么不是干呢？虽然冯渊念书成绩不行，但能当上网红，本来也挺不错的。可他不走正道，非要作死，这怪得了谁？哎。即将庭审的那段时间，我跟我爸妈提前打好招呼，让他们到外地去走亲戚去，回避了这件事。我爸妈脸皮薄，人又老实，身体也不好，万一他们再来搞什么道德绑架或者骚扰威胁，我怕他们遭不住。出发前我反复叮嘱他们，无论接到什么陌生电话，听到什么闲言碎语，都别理会，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跟我视频，还把姨妈的电话存到了他们手机首页，确保有事能随时联系。开庭之前，冯奶奶果然舔着脸，提着水果去敲我家的门。那袋苹果表皮皱巴巴的，还沾着些泥土，一看就是放了好些天没人要的。她却装作一脸和善的样子，敲门的力道越来越重，嘴里还假惺惺地喊着：“丫头啊，开门聊聊呗，都是街坊邻里，没必要把事情闹这么僵。”敲了好久都没敲开，她就开始拿着砖砸我家大门，在我家门口撒泼打滚，破口大骂，什么难听的脏词都往外蹦。一个没用的臭丫头片子，学习还敢比我孙子好，学校咋不给他开除呢？还给他奖学金，我孙子都没得着奖学金，学习好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让人还给他保送，这挨千刀的就该出门被车撞死，打雷被劈死。他的骂声越来越刺耳，
甚至还扯着嗓子编造我不尊重长辈私生活不检点的谣言，试图煽动邻居的情绪。有邻居忍不住从猫眼往外看，他立马朝着人家门口嚷嚷：你们看看啊，这丫头心有多黑，把我孙子害成这样还躲着不见，早晚遭报应。当然了，这些我都是在摄像头里看到的。我返校之前购买了智能摄像头，装在我家大门顶上了。安装的时候我反复调试，确保没有盲区，还开通了云存储服务，就算内存卡被破坏，视频也能在云端留存。为了保险，我还设置了自动备份，每天把录像同步到自己的硬盘里。以后要是再有人到我家门口来闹事，如有必要，我可以用拍下来的视频当证据报警或起诉。冯奶奶闹了一通也无可奈何，只能灰溜溜地回了家。不久，判决结果下来，冯渊涉嫌造谣诽谤罪、侮辱军人罪，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，判了3年，学校也把他给开除了。他的父母特意从外地赶回来，庭审结束后想跟我求情，被我直接拒绝了。当初他们放任儿子作恶，现在就该承担相应的后果。其他那些大大小小的博主也都判了1到3年不等。真以为网暴追究起来困难，就可以在网上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吗？不，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，犯了错都是要承担后果的。冯渊去服刑的那天，听说冯奶奶受不了刺激，中风了。他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，很少回家。儿媳妇跟冯奶奶关系一向不和，心里的火气憋了好多年。现在冯渊被判刑，他更是把责任都怪到了冯奶奶身上。老太太躺在床上起不来，大小便失禁，话都说不明白一句。儿媳妇算是大仇得报，一天只给她吃1顿馊饭，也不给她擦洗身子。冯奶奶很快就得了褥疮，后来背上的褥疮越来越大，烂出了一个碗口大的血洞，听说感染了败血症。邻居们偶尔会听到他屋里传来微弱的呻吟声，想去帮忙，却被他儿媳妇拦在门外，说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不用外人管。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太太走到尽头。我放寒假回家的时候，看到对门挂着白帆，正办丧事呢。我妈说是冯奶奶去世了。